开完呢，也缝好伤口呢，他就是把我从手术台移到那个病床上。那等待的过程中，因为我半身麻醉，所以我下半身是没有感觉。等到麻醉退完之后的几个小时呢，我要开始动我的脚嘛，因为我怕我太久没有动，脚会麻掉。结果我发现我的左腿有一点没有办法动，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结果我被子一掀开哦，我的左大腿整个直接包起来。我那时候吓到，为什么整只脚要全部包起来？后来那个医生就跟我讲说，因为我大腿这一颗的伤口太深了。是啊，在干嘛？今天我们要来聊聊我的开刀经历。今天这支影片呢，是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的一个开刀经历。那我会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开刀的原因，第2个项目是开刀过程，第3个项目是手术后的感觉。对闲聊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那首先要先讲的是开刀的原因。我为什么会去开刀呢？这件事情其实说来话长。要开刀前呢，其实有一个故事。要升国中的那时候呢，我的左大腿突然就长了一颗很像就是一粒那种小小颗的东西。我那时候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然后就想说那应该也是对身体没有什么大碍吧。国中3年就是给它这样子放着，等到我要升高中的那一个暑假的时候呢，我就突然发现说，我的左小腿也有一颗，然后我的左大腿的这一颗啊，慢慢的越来越大，不太妙，而且好像有点痒痒的。后来我去跟我的家人做反应，我家人就是发现有这个东西，然后那时候我家人才跟我讲说，那个是叫粉瘤。什么是粉瘤？完全没有听过这个词。后来我爸才跟我讲说，粉瘤这个东西好像他自己也有长，然后他之前也有去做过切除的手术。粉瘤这东西我家人也有，那它应该是一个遗传性的东西吧，如果家人有，说不定儿女也会有。后来我们就去看了医生，那医生是跟我讲说，因为粉瘤这东西啊，它长的族群比较是那种手毛脚毛很多的人，毛发量比较多的人比较容易长。那我第一次去看医生的时候呢，医生有看了一下我左大腿的那一颗，然后他也看了我左小腿，他是说左小腿这一颗还好，但是左大腿那一颗慢慢变大的话，其实要做切除会比较好，因为慢慢变大你不知道它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所以如果做切除的话就不会有后续的后患。那粉瘤这东西还会不会长呢？就是看你后续身体的状况，有可能会长也有可能不会长。除了左大腿跟左小腿以外呢，我的这个腋下那时候也有长那种很小很小的，不过那很小很小的我自己手抠一抠它就不见了。我回诊之后呢，就是中间有隔了一段的时间都没有开刀，也没有谈说什么需不需要切除的手术，是等到我隔年的寒假那时候，医生是建议切除。我爸妈是觉得说能不必要就不要动刀，前后思考了很久之后呢，还是决定要切除。我还是逃不过这个开刀命运。那时候我对开刀这个词陌生，我知道很多人可能小时候有开刀过，但是我从来没有开刀过，就是连那种很小很小的都没有。人生第一次要经历这种开刀经验，是非常的紧张跟害怕，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怕痛的人。我们就在瞧说开刀的日期要定在哪里比较适合。那时候其实挣扎很久，因为我的那个医生啊，在寒假的那一阵子，过年前他要出国，所以他不能在那一阵子开刀。家人就想说，那不然就是过年完后啊，开学的时候再去开刀。可是我又不想要因为这个开刀经历去影响到我升高一之后的一些事情，因为你开刀你不可能开完就马上出院，你一定还会有后续的一些事情要处理，所以我就不想要拖到这个时间。结果最后我们定的开刀时间是在除夕前一天，拜天公那一天。我在选那一天的时候呢，我的家人一直千求万求，说什么你可不可以在升高一的时候请假再去开就好了。我一直坚持不要，我就是要在那一天。那在还没有开刀这期间呢，我是非常的紧张，因为我已经知道我只要开刀嘛，脑中就会有很多幻想，说什么你开刀会有什么场景啊？开刀之后不是要穿什么手术服啊？那会不会怎么样？然后那时候真正要进入开刀的前
几周吧，医生就有在讨论，会有在跟病人做进一步的确认。我听到医生是跟我讲说，因为我那时候未满18岁，医生建议全身麻醉，但是我们在前面的时候呢，就讨论过说要半身麻醉，所以后来就是确定说也是半身麻醉。那这里要先讲一下半身麻醉会遇到什么问题。我那时候其实也有听过我的医生跟我讲说半身麻醉会怎么样。半身麻醉就是你换了那个手术衣，进到那个手术台前的时候呢，你要把你的背拱起来，然后还要在你的背上面打4针，4支麻醉，所以你是完全看不到什么时候帮你打那个针，你只能在那边等待。我觉得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那种要还没打的那一瞬间会非常的紧张，不知道有没有人有同感？有同感的可以在底下留言哦。开刀完当天呢，我就进去换了手术服。手术服换完之后呢，就是进入到麻醉部分。当天的麻醉真的是让我非常的害怕。打针的那个人员呢，他要叫我先把背拱起来。那我把背拱起来之后呢，我就是只能听得到他在弄一些器具的声音，然后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帮我打那4支麻醉。打1支麻醉的时候呢，还不会有效果；打第2支的时候呢，好像也没有效果。帮我打麻醉的那个人呢，他就是开始很疑惑，因为照理讲可能打第3支、第4支可能就会有感觉，但是没有。后来我才发现是我自己的背拱的没有很起来，所以达不到那个效果。然后麻醉之后呢，你的下半身就是没有感觉的嘛，那你的上半身是清醒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旁边站了2排的人啊，然后还有一个医生要开刀啊。开刀的时候呢，他们的人有跟我讲说，那个可能要先帮你做除毛一下哦，然后我的左边的毛呢就被除掉了。开刀的过程呢，真的是完全没有感觉。当天我的身体是一直抖一直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抖，刚好又是冬天嘛，他们就以为我是太冷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想说拿一个东西给你盖好了，可是盖了其实没有效，我的身体还是在抖。后来我才发现说是我很紧张，因为我人是清醒，但我下半身是没有感觉的，可是我可以知道医生现在到底在干嘛，这是非常可怕。然后因为我醒着，所以我脑中会有很多画面，但是我又不能动。开粉瘤好像会有一个特别之处是，开完那个粉瘤啊，医生会问你说，你要看你的粉瘤吗？然后我都说我不要看，我不要看。我可能看了之后，原本半身麻醉嘛，可能看完之后我就全身麻醉了。开完呢，也缝好伤口呢，他就是把我从手术台移到那个病床上。那等待的过程中，因为我半身麻醉，所以我下半身是没有感觉。等到麻醉退完之后的几个小时呢，我要开始动我的脚嘛，因为我怕我太久没有动，脚会麻掉。结果我发现我的左腿有一点没有办法动，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结果我被子一掀开哦，我的左大腿整个直接包起来。我那时候吓到，我的左大腿明明就只是开一个粉瘤2个洞而已啊，为什么整只脚要全部包起来？后来那个医生就跟我讲说，因为我大腿这一颗的伤口太深了，帮我弄了一个引流管。我在这阵子要活动的时候呢，那个引流管就是会跟着我，就是要我多注意，不要做一些太剧烈的运动啊。那个引流管真的是让我整个很不舒服。你走路的时候呢，你会明显的感受到有一根管子在你的肉体里面，然后你一直去摩擦到，就是会有一个异物感。我在回到家里之前的那个晚上啊，我真的是快睡不着，我快发疯了。那天的晚上呢，因为我不是那种特殊的病房，是那种一般的病床，就是左边右边跟前面都有那种其他病患嘛。那天晚上我可以清楚的听到我左右2边的人以及我前面的那个阿伯都在打呼，整间病床哦，每一个轮流交响曲，真的是超级吵的。我原本想说我应该可以好好睡觉吧，就没有想到我左边的打呼，左边的打完了换右边的，右边的打完了换你前面的啊，你前面的打完了再换前面的旁边的。然后那天晚上我就睡得不是很好，后来回到家里就是正常吃饭，只是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因为你脚上插了一根引流管嘛，你在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不自在，你的脚很不自然的走。然后我妈看到我，她就说你又这样子，然后就想说就真的很不习惯啊，毕竟你身上突然被插了一个异物，你应该也不会有多正常的走路吧。后来到了我开学的时候呢，那个引流管还是没有办法拔，因为好像里面还有些脓。后来我就带那个引流管呢回去了学校。回去学校之后呢，我们学校那种舞蹈课嘛，所以那时候我很尴尬的是，因为
那时候还在穿长裤，所以大家是看不到我的伤口，所以老师也不知道你干嘛了，我也没有跟老师讲。正常的拉筋还是有做，就是比较剧烈的可能就不太有。会知道我开刀的其中一个是班导，另外一个就是我同学。我不知道那时候心态有点奇怪，我还把我的那个伤口给我同学看，我觉得很奇葩，我同学也蛮奇葩的。后来大概在等了几周之后呢，我回诊的时候，医生就说差不多可以拆了。然后他好像就是用一个东西把那个缝的地方啊切开，把那个东西拔出来。其实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呢，都不会到很痛，只有你拔那根管子出来的那一瞬间会比较痛一点点，也没有到很痛。我的大腿跟小腿都开刀完了嘛，都会有一个伤口。那个伤口愈合了之后呢，我大腿这边呢，它的那个肉就缺一角，好像也没有办法补回来干嘛的。你们有开刀经历吗？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可以点个赞，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